立陶宛即将在本周末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瑙塞达表示，有必要改变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名称，以稳定对华关系。3年前，立陶宛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一意孤行践踏中方红线，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如今为何做出要与中方缓和关系的表态？来看详细分析。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号表示，出于稳定对华关系的考虑，他认为台当局在立陶宛设立的所谓台湾代表处应该改名，参照其他欧洲国家的用词，使用台北代表处。瑙塞达强调，调整名称可以让立陶宛释放出对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信号。 外界注意到，立陶宛将于本周末举行总统选举，瑙塞达作为候选人参与竞选连任。立陶宛媒体指出，在本届大选中，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成为选战辩论热门议题。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报道指出，大多数立陶宛人不认同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立陶宛不应该干涉中国内政，现在与中国供应链脱节，导致立陶宛经济受到损害，负面影响立陶宛的出口和吸引外资，本届政府要负主责。 近年来，本届立陶宛政府就台湾等问题不断挑衅中国，导致中立关系急剧恶化。2021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中方对此严正抗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波罗的海通讯社认为，中国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是罕见而严厉的威慑，意味着双方磋商与交流大门基本关闭，投资和贸易往来也基本泡汤。失去中国市场后，立陶宛这2年的经济情况十分不乐观。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立陶宛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67%，双方贸易额骤减至原来的0.3%。立陶宛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木材、鱼类和乳制品等，因为贸易限制无法进入中国。 此外，受到中立关系恶化的影响，不少外国投资者也不看好立陶宛市场。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当局起初也提出要增加进口立陶宛商品，但所谓的明星商品却被岛内媒体曝光只是一款啤酒。据报道，这些啤酒被要求摆放在岛内超市中最好的位置。 中立外交关系降级后仅仅2个月，立陶宛国内民怨沸腾，现任政府的满意度骤降至17.3%，也迫使总统瑙塞达在2022年1月就立陶宛外交部允许台当局使用台湾代表处一词而道歉，表示这是个错误，外交部使用这个名字时没有与我协调。 去年11月，在台湾问题上曾跳得最高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基斯，也不得不低头表示，希望和中国修复外交关系。在经济的发展上，他们还是看到了就对他们产生某些影响，而造成了对现在的执政者的压力。尤其俄乌的冲突已经2年了，俄乌冲突其实对欧亚大陆来，尤其对欧洲来讲，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不管在能源。 他们的用电也好，或者是在这些农作物等等，它其实是有很多是受到这个波折。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分析认为，除了立陶宛国内舆论给政府造成足够的压力之外，欧盟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影响立陶宛政府的主因。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舒尔茨6号抵达立陶宛，看望首批驻扎在维尔纽斯的德国士兵，并与瑙塞达进行了交谈。 德国媒体称，德国是非常看重对华关系的欧盟大国，一直积极寻求对华竞争和合作的平衡点。立陶宛这次有这个变化呢，也有小国的一种灵活的，就是多面的政策呢体现。他感觉扛起这种反华的大旗，跟中国对抗的大旗，踩着中国红线的大旗，其实在欧盟内部的没有明确的市场，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收益，所以他会有这种反馈或者反响。 也是想缓和下去的氛围。观察指出，2021年立陶宛频繁炒作涉台问题，也与当时美国的撑腰脱不开关系。中立关系急剧恶化时，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向立陶宛做出如钢铁般坚定支持的承诺之际，当时美国还紧锣密鼓地与立方商讨开放立陶宛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和发展共同投资项目。但如今立陶宛逐渐意识到，美国的力挺无法换回失去中国庞大市场带来的经济落差。 就是因为美国受益嘛，觉得说，哎，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可以来试试看，挑战一下北京。
就没想到经过了这几年之后，发现这条路好像也不是很通了。对于立陶宛总统提出要改名，民进党当局赶忙出面找补。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狡辩，目前立陶宛尚未做出这样的要求，台当局也不会接受。他宣称代表处名称是按照协议命名，就算立陶宛要改，也必须与台当局协商。但岛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吴钊燮和民进党当局的表态纯粹就是在挽尊。立陶宛这些年早就伤透了台当局的心。立陶宛 ，Little One， 伤台湾了，伤得很深了，伤民进党伤得很深了。吴钊燮面对到立陶宛的时候呢，已经表现了一个就是随你便吧，爱去吧，爱怎么改随你的便吧。就是改有无所谓，其实当走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你就干脆就把那个馆给关了就。有台媒翻出旧账，称立陶宛被大陆制裁后，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原本计划出口到大陆的2万瓶立陶宛朗姆酒被卡关，在海上漂流一段时间后来到了台湾。立陶宛出产的朗姆酒原本在大陆网上卖31元人民币一瓶，到了台湾后卖到6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37元。岛内舆论质问：怎么到头来高额差价是台湾民众来承担？像立陶宛，我们现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换到，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这个牌子，我们的所谓的朋友其实根本没有友情。还有岛内舆论直指，事到如今，比起纠结立陶宛方面打算给代表处改名，民进党当局更为担心的是，可能有更多的友邦与其断绝官方往来。尽管吴钊燮9号信誓旦旦地表示520前后不会有相关问题，但他也承认有2个友邦确实存在长期隐忧。中时新闻网称，这2个国家可能是指海地与危地马拉。即将下台的蔡英文任内丢掉10个所谓友邦，如今民进党当局仅剩12个友邦，包括位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不过，该国外交部长马丁内斯近期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有兴趣与中国大陆接触，尝试围绕贸易发展一些关系，可能会成立一个贸易利益办公室，帮助危地马拉产品找到中国大陆市场。好的，谢谢管尧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习近平2024年出访开篇选择了欧洲3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欧洲中心主任孙海潮曾长期担任驻法国外交官，对欧洲事务较为熟悉。他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次欧洲3国都超规格接待中国元首，显示欧洲国家非常重视对华关系，但中欧关系的杂音也不容忽视。如何更立体地看待中欧关系？来看专访。孙海潮1977年进入外交部西欧司法国处工作，曾任中国驻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尤为重要的是，他曾先后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担任外交官长达12年，成为中法关系诸多重要时刻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注意到，这次习近平在法国期间，法方和欧方领导人都多次强调反对脱钩。欧洲和中国经济互补性非常强。第一，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吸纳了很多欧洲的产品。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壮大，我们有更加强盛的力量发展对欧关系。德国是欧洲经济最强的推动力量。德国总理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头，到中国进行了2次访问。另外一个，中国的游客在欧洲消费能力是最强的，所以这个中欧关系啊，不是存在脱钩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的问题。脱钩是一个伪命题。欧盟对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还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论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欧贸易方面的摩擦和分歧呢？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伪命题，并不存在这个。如果这个科技创新发生在欧洲，发生在美国，他们将会怎么看？所以因为发生在中国，所以在国外有势力，对中国这个发展总有那么一股杂音。另外一点呢，我的体会啊，几十年来的体会就是西方国家，他经常是把自己存在的问题啊，责任往外推，就是我有病，但应该是你去吃药看医生，他就这样。但是中国的发展不以任何外国势力和外部势力和一些国家意志为转移，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头，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所以世界各国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啊还会继续高涨，
而且我们讲的世界向东看，向东看就是向中国看。在谈及“一带一路”倡议时，孙海潮强调，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就是欧洲人发明的，因为这是一条连接了中国与欧洲的必由之路。这显示了欧洲人对历史上东西方交流交融的认同与怀念。实际上，“一带一路”的现实连结是很深刻的，也是无法割断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引起的反响啊，远不止匈牙利一个国家，包括法国。法国我们“一带一路”峰会啊。法国每一次都派出高级代表团来，这也说明一个态度。您此前有过驻法12年的经历，那在您看来，中国和法国为何能双向奔赴呢？中法关系啊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引领性，更是这个大国之间呀，友好相处，推动务实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福祉的一个典范。现在两国元首的交往，个人关系的这个建立啊。对两国的关系的促进啊，应该说是这个中国特色外交、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都在这个引领是大国关系这个潮流的。所以我说这个中法关系啊，一直是敢为天下先，走在世界这个其他国家的前头。